你有想过地狱的使者长什么样吗？山羊人还是有着恶魔角、面色可怖的活死人？腌黄瓜先生告诉你，有可能是可可爱爱的小狗哦。看似纯良的小狗，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平静的一天，母亲煮好早餐，端上餐桌，父亲却对于报纸上报道的新闻感到恶心。街上的五金店居然都要改成脱衣舞俱乐部，真是世风日下。父亲继续吐槽，现在的家长都教孩子怎么用微波炉，而不是钓鱼。汤米问父亲，那你愿意教我钓鱼吗？结果也是惨遭拒绝。好家伙，老双标了。母亲打圆场解释道，这是因为父亲是电话销售员，要恰饭的嘛。看母亲的身后，真是他走到哪腌黄瓜走到哪，甚至直接掀起了母亲的裙子。听到父亲说驴鸟就要灭绝，小汤米觉得自己的忠犬腌黄瓜先生一定能找到，这样自己的照片就能像母亲一样上报纸。就在这时，老爷子忽然从楼上走下来，大叫那只狗就是个恶魔。然而一家人早就习惯了老爷子说这些。母亲讪讪地表示又开始了，今天才从老爷子的卧室里发现了某些 yellow book。 老爷子一听 what， 自己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干那档的事儿，赶紧解释道，昨晚半夜睡醒就看到腌黄瓜在外面的五芒星火圈里用屁屁蹭地，接着自己就跟着他跑进了镇子里，看到腌黄瓜割下了一个女人的头皮，还用他的腿当做高跷，接着进了脱衣舞俱乐部赚了一大笔钱，拿着钱去了加油站。当老爷子跑回家准备告诉大家时，这只成精的狗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喝伏特加一边闻汽油，接着看着杂志进行优雅的手艺活。所以老爷子房间里的 Little Yellow Book 就是这么来的，这也太荒谬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相信。母亲知道是老爷子老眼昏花瞎编乱造，腌黄瓜先生在他眼里就是天使哎。父亲忽然提议让汤米去当童子军，今天可以去参加户外探险。就这样，汤米和腌黄瓜的冒险就此开始。走到小镇上时，一辆载着嗝屁的鹿的车子停在了汤米的眼前，车上的龅牙告诉汤米他们要去寻找驴鸟。接着另一辆装饰浮夸的狗车也停在了汤米的眼前，是伯詹金斯先生，他现在正要去五金店，希望汤米可以照看一下他的斗牛犬。然而这些斗牛犬立刻对腌黄瓜产生了敌意，下一秒腌黄瓜的嘴里就发出了恶魔的低吟，瞬间吓得这群斗牛犬畏畏缩缩。汤米叫住了刚准备离开的伯詹金斯，告诉他自己要去户外冒险。伯詹金斯祝他好运，接着他俩就离开了。简单介绍后，鲍勃对着眼前腿脚不方便的小男孩说，再不闭嘴自己就要把棍子插进他的 S 里，让他无法拉臭臭。接着鲍勃挂断了广告推销的电话，原来刚才那些话都是对汤米的父亲古德曼说的。此时另一边的古德曼正在被满脸痘痘的老板嘲笑，要是今天再卖不出去，古德曼只有等着被炒，即便办公室里没有一个正常人。说话间，汤米也成功加入了童子军大队。悠闲的耕田时间，老爷子忽然紧张的看到番茄地里有一只断腿，就是昨晚被当作高跷的那只。此时的家门口，一个脏兮兮的女人提着脏兮兮的皮包向汤米的母亲推销，箱子一打开，里面全是二手的脏东西。琳达美其名曰2元巨款购下这个全新电动牙刷，我看这样子，你说刚在牧场烧完牛蹄子我都信。前脚刚拒绝，后脚琳达就说这是个搅拌机，嚯，马上母亲就购买了这个二手电动牙刷。人妻的钱可是真好骗呢。身后老爷子准备拨通电话举报，对方一听又是腌黄瓜，好像已经习惯了一般，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这边童子军大队来到了这位领队鲍勃搭建的假户外场所内，看着对方娴熟的开始摆烂，汤米问他今天还能否去钓鱼，结果鲍勃吃窜稀了，跑到了厕所里。警长熟练的来到了汤米家，面对古德曼太太的谐音黄腔和老爷子的邀请，警长不知所措。这边差点被绿的古德曼还在思索该如何找到一个能卖出热气球浴缸又能和汤米钓鱼的方法。另一边的鲍勃也因为不负责任的态度被腌黄瓜送上了西天。小孩子们吓坏了，一个劲儿的往外冲。警长好不容易和老爷子一起走到了番茄地，老爷子指着那条血痕表示残肢被拖进了树林里，于是他们走进了树林。童子军大队因为没有手机信号，全被困在了山上。汤米表示腌黄瓜可以带着大家离开。个子最高的黄毛指着腌黄瓜说，这只狗就和你的腿一样没用。忽然后面喝了红牛的熊冲出来，拖走了那个坏小孩。汤米赶紧让腌黄瓜救他。腌黄瓜跑到棕熊面前释放了技能撒旦的威胁，吓得棕熊赶紧趴下认错。好吧，其实技能名字是我瞎编的，不过腌黄瓜可不是普通的狗，那个倒霉孩子就这样丢脸了，掉下山崖。腌黄瓜接着和棕熊来了一场爱的负距离交流。而此时的天上，一个热气球浴缸载着古德
德曼飘了过去。看样子为了不被炒鱿鱼，古德曼只有自己当自己的顾客了。他使了2个龅牙，看到热气球还以为真有那么牛逼的大角鹿，2枪就给古德曼干漏气了。掉下来的古德曼正巧遇到了汤米一行人，汤米让腌黄瓜去找警长，路过丢脸男孩，腌黄瓜直接送了他一个去世到土葬的大拳套。警长找到了古德曼后，一群人走进腌黄瓜所在的山洞，却发现他正在和驴鸟争夺那个残肢，最终演变成了英雄狗狗擒获杀人犯驴鸟的故事。于是腌黄瓜先生如愿拿到了他最爱的腌黄瓜。老爷子悄悄爬进狗洞，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赶紧准备告诉大家。结果这一切都在腌黄瓜的计划之内。老爷子再次被当做了老年痴呆。醒来后的老爷子发现自己被拴在了树上倒挂着，腌黄瓜却在五芒星里带着面皮自由驰骋。今天的腌黄瓜又在试图找人做自己的信徒了。他偷走施工队的钻地机，借机将他推了下去。盖上石头后，这个地下的秘密将无人能知。原本是放假的父亲节，可怜的社畜老爹还被叫回去加班。老爷子一下来就指着腌黄瓜先生大呼小叫，老妈才不在意有没有囚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樱桃派不见了。汤米和腌黄瓜先生决定去找偷派贼，顺着脚印，汤米发现了大脚怪。古德曼开着快散架的货车到了公司，却发现空无一人，只有老板和手被卡住的弗洛伊德。老板以升职要挟古德曼当他儿子。小汤米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大脚怪居然会说话。大脚怪告诉他自己本来是个跑腿的，但隐藏身份是个杀手，所以黑帮对他都是闻风丧胆。直到联邦警察抓到了他，强迫他告发烟火腿犯罪集团，然后被安排进了证人保护计划，所以他被改造成了传说中的大脚怪，结束了犯罪生涯。曲线救人了，这属于是。看着小汤米笨拙的样子，大脚怪翻了个白眼儿，表示算了，咱俩一块做一个给你爹好了。古德曼醉了，一辈子没想到这上司居然还能更烦人，揉巴了自己的父亲节贺卡，辱骂自己是个不孝子。古德曼累了，我只是个打工人而已。大脚怪嚣张地走进杂货铺，要了一堆做派的原材料。门外的琳达向汤米介绍自己的女儿小琳达。琳达问汤米为什么要叫他腌黄瓜先生，汤米告诉他，因为腌黄瓜喜欢吃腌黄瓜。龅牙2人组开车过来，问汤米有没有看到偷派贼。警长发了悬赏令，原来刚才因为老爷子报案，所以警长去到了他家，但因为前一秒才告诉女儿不会在父亲节提到腌黄瓜是杀人犯的老爷子，只有说自己家派丢了。汤米毫不在意地说是大脚怪干的，两人嘲笑他，大脚怪压根就不存在。接着掏出了一张悬赏令，指着上面的黑色问号脸人影，说贼长这样。琳达一看，告诉小琳达，这不你爹吗？这边成精的腌黄瓜先生从后门用磁带刺伤了店员后，剪断监控溜进了超市里，货架上是他的腌黄瓜天堂，3下5除2，直接带走了刚才没死透的2位。这下没人可以阻止腌黄瓜的饕餮盛宴了。好吧，还是可以的，比如小主人汤米的呼唤。3个烟火腿集团的老大爷聚在一起，一同分析博客上有人抛出的大脚怪买派原材料事件，接着通过有人在超市被残杀，断定这个大脚怪肯定是那个出卖自己的杀手。老爷子终于轻松地和女儿打起了牌，只要无视掉从狗窝里被交易人抓回去的老头的话，汤米和腌黄瓜就在山间的小石块上畅聊人生。大脚怪凭一己之力做好了一个全新的派递给他，还让汤米告诉他最后的结果。他告诉汤米，当大脚怪是很孤独的。腌黄瓜一听，赶紧跑到小鹿的面前施法。这是古德曼不知道第多少次没有接住上司丢来的球，他要逞强地告诉上司自己很开心能和他一起共度父亲节。汤米看到这一幕，难过的捧着派离开了，以为父亲不想和自己一起过节。回到大脚怪那里，看来他和刚才那只小鹿过得不错。看到汤米回来，大脚怪有些不解，听完汤米的烦恼，他决定告诉这个孩子一个新的方法。老爷子和女儿刚激情唱完歌曲，女儿就准备去买冰淇淋给自己吃，这岂不是纵享天伦之乐？如果无视掉又从狗窝里爬出来的人的话，老爷子还以为终于找到了证人，结果对方一看是自己的狗，就赶紧溜了。另一边的古德曼也不好受，老板故意将盘子丢到地上，还不准服务员收拾，非要自己用嘴收拾，否则就会被炒鱿鱼。可怜的古德曼只有妥协。宠爱的大脚怪告诉汤米，直接将派糊到你爹脸上，让他感受一下你火辣辣的爱。看到汤米进来的古德曼有点尴尬，汤米告诉老爸，虽然你不想和我一起过父亲节，但是我
还是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闻言，父爱之力爆发，古德曼直接怼了上去，拿走我的饭碗，去赌你的 S 吧。谈话间，烟火腿集团3人走了进来，指着汤米的派问他是哪儿来的，甚至掏出枪对准了他。父亲赶紧一把护住汤米躲开了，一旁的大脚怪似乎决定解脱了，直接站了出来。3个人一眼认出了这个叛贼，大脚怪视死如归般张开了双手，让汤米带自己向那只鹿告别。躲出来的汤米告诉自己的父亲，他很开心能共度父亲节。老板也从后面滑铲出来，告诉古德曼自己也很高兴能和自己的儿子还有孙子共度父亲节。汤米这才发现烟黄瓜不见了。此时的烟黄瓜先生正凭一己之力歼灭了烟火腿3人组，大脚怪惊呆了，自己见过不少世面了，但是绝对没人会相信一只狗拿枪救了自己的命。好巧不巧，那个逃出来的老头跑了进来，烟黄瓜顺势将枪丢了过去。很好，看样子这次的餐厅惨案又有背锅侠了，而这个背锅侠竟是老板的爹。最后，烟黄瓜好狗狗替主人关好了狗窝的通道，老爷子的话又成为了老年痴呆的幻觉。毕竟谁会相信一只小狗囚禁了这么多人，只是为了偷一罐大号的烟黄瓜呢？